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们今天来北投爬山，爬完山，中午用完餐，下午来参观位于新北投的中西新村。中西新村是国防部在台湾13处全区保留的眷村之一，近年来已经陆续整修完毕，所以我今天就地重游。现在开放的区域比我几年前来的时候又更多了。这是台湾唯一的军医眷村。中西新村的前身是日本时代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的日式宿舍，战后被国军接收。那后来整个眷村也经过一些增建。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日本时代的宿舍，也有民国45年代、50、60年代的宿舍。这边都整修完毕了，也设有许多的展览馆。时光倒影，忆中的家。妇联眷村，妇女工作队，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联勤分会新店工作队成立。蒋夫人与妇女工作队合影，这是台湾反共抗俄的年代。台湾戒严，国民政府迁台，公布国军在台军眷安置办法。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订定抗战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即俗称的禁婚令或限婚令。在中西新村可以看到跨越2个时代的建筑，从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代。前面那边有一个澡堂，不过现在这个区域没有开放了。中西新村、慈安乐村、崇山新村、温泉新村、北投新村、七虎新村，都是坐落在北投的眷村。透过一个一个的故事箱，打开眷户记忆的那扇门窗。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Life can get hard,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严树琼，温泉新村一代眷属。
我逃难来台时18岁，原本是上海人。妈妈把我推上火车后，全家失散。来到台湾，先在左营上岸，又辗转到台中，待过很多地方。最后和表姐夫一家联络上，叫我到台北跟他们会合，才成为红十字会受训的护士。北投还曾经有一个神秘的温泉新村，房舍原来是提供给日本军事顾问团，又称白团，作为宿舍使用。直到1969年白团解散之后，才成为一般军人的眷村。以前阿泰我小时候2楼有亲子空间，这是2楼亲子空间。北投新村是空军眷村，不过后来已经拆除，居民迁至延寿国宅。机车服务站，限时专送是北投著名的特殊产业，算是当年在北投的 Uber 机车，载货也载人。这是公共厕所。这是早期眷村共用的卫浴设备，全台唯一的温泉军医眷村。这一栋正在整修。哇，这里有走进实际眷村家庭的感觉。村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这是厨房兼餐厅，麻将间。国军撤退路线，从1949年国军撤退来台，一直到1987年才开放两岸探亲，38年的两岸分隔，由医疗及后勤人员组成的眷村，已婚才能入村。家的向往，不能成家，也不能回家。现在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直到1987年，政府才开放两岸探亲。这是中心新村全区的模型图。这里原是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的太平间。一直使用到战后1960年代为止。太平间停止使用之后，没有人敢居住。后来因为王德从副官结婚，寻找住所，眷
眷村找不到地方可以自建房舍。当时郭树伟主任就是后来的院长，就跟他说，村内还有一块地没人敢住，你敢住的话就给你用。所以这块基地就由王德筹副官改建成自家眷舍。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太平间，现在是宜人的休憩平台。哦，这个季节刚好梅花开了。我虽然不是眷村子弟，但是我很喜欢逛眷村，因为眷村的房子很多都是在民国50年代到60年代有一些增建，那用的红砖墙就是我小时候熟悉的房舍，而这些老房子现在台湾都很少见了，只有眷村保存的比较完整，所以我是逛眷村来回味我小时候熟悉的老房子。我今天逛中心新村是随意逛逛，并没有按照园方的动线从第一栋开始逛起，反而是从后面逛起，就随意逛逛。那待会还有导览老师会介绍中心新村，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办法停留聆听导览，以后有机会再来逛逛好了。新北投离家不算远，以后还有机会来逛。那我今天的中心新村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在影片的最后，我想谈谈一点点个人的感想。我一向对反映台湾历史沧桑的景点情有独钟，也特别同情那些经历过时代沧桑的人们。例如，1945年日本帝国战败，日本人撤出台湾；例如，1949年国民政府战败，外省人撤退来台。日本人的离台心情，外省人的渡台悲歌。失败的心情与悲歌，这种沧桑感是相同的。因为这两种历史沧桑曾经是对立的，所以台湾有些人只同情一方，而嘲笑另一方的历史沧桑。但我不会，这两种历史沧桑都得到我的同情与疼惜，因为历史沧桑是不分彼此。